我看到很多的推特上面的分析师，他们都在说，其实你觉得现在这个抛压结束没？他们都会说，你去看 Mt. Gox 上面的钱包，它的资金有没有转出来？如果这些钱都还没有转出来，那我们的抛压就还没结束。Hello， 老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上个礼拜五早上呢，也就是我今天录制的，今天早上起来，比特币就突然跳水啦，一度跌到54000多美元一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市场这么的恐慌？这一波的下跌背后是什么原因？以及我们是不是该投降了？牛市是不是真的已经结束了？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个人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操作？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因为我们看到比特币为何破位暴跌，矿工投降，德国政府持续抛售，门头购抛售预期。上个礼拜五早上比特币在6万整数关口上方盘旋数日之后，突然选择向下加速。中午期间连续跌穿58000、57000等多到整数关口，一度到56000。我录制的时候，比特币最低已经跌到54000多美元了，创了2个月以来的新低。以太坊也同步从3300多美元跌到3100，现在已经跌到2700左右都有了。加密货币全网爆仓，在半天之内就爆了2亿多美元其中多单高达1.8亿美元。那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听，今年是一个减半加 ETF 加大选的牛市年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牛市是不是已经真的结束了？那我们通常在一个大幅的下跌的当下，我们都很喜欢找当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礼拜五早上的时候呢，大家认为说这个砸盘的背后的主因是德国政府今年年初的时候，德国警方扣押了5万枚比特币，市值高达20多亿美元。那后来呢，这个钱就到德国政府手中了，并且在6月开始转移抛售。那从6月19号到7月份，它陆续开始转账那在今天的转账里面呢，在下午4点的时候呢，陆续转了总共3000枚比特币到交易所跟匿名的钱包地址都被认为是这个砸盘的主因我要认识的 KOL 朋友在他的短影片就提到说，现在不是在踢足球的欧洲杯吗？那德国在跟其他人比赛，要压谁赢，就要压德国输，因为现在德国在砸盘那这个可能是这个短期下跌最大的主因。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波之所以在这个上升周期突然停滞并且往下，最大的恐慌其实还是门头购，就是 Mt. Gox 的巨额赔偿事件Mt. Gox 的赔偿事件牵动市场的心，多达14万枚比特币跟14万枚 BCH 的抛压，引发下跌的恐慌那事实上，这个恐慌的事情我们已经讲蛮久了，从3个礼拜前左右的周报就已经提醒大家这一件事情。但它这一次的涨幅会造成的下跌，其实在所有人心里都还是有一个不确定性的感觉。其中理由包括之前其实过去几年就有提过 Mt. Gox 当时要还钱，但是他们说要还之后却又延期，所以有人怀疑说，这一次说要还是不是有可能延期？那事实上他真的要开始还钱了。另外也有人认为说，这个还钱有可能这个还到用户手中，他并不会直接把它卖掉，或者说他还到用户手中是用当时的价格还，就不会像还现在这么多。那在这2个礼拜，大家也确定说，其实他还过去就是现在的价格，也就是说，当时你可能是用300美元买到比特币，你现在看到的一颗比特币就是一个6万美元、5万美元，你会不会想要卖？可能很多人想要卖吧。而这整个潜在卖压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也让市场越来越恐慌在7月4号的时候呢，在这个数据平台 Arkham 就显示，在当天的中午12点已经做了转账测试，并且在早上的9点开始进行大跌模式的时候，虽然说这个抛售的力量不是门头购，但是呢，散户的心里会觉得说，现在都已经在跌了，而门头购的他们的钱还没有卖出去，是不是有可能在未来的跌幅可能更大？那就会让买盘减少了。毕竟大额抛压就在前方，无人愿立于围墙之下。那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出，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就是最近比特币 ETF 几乎都是在流出，讲过很多次了。所以结论，上个礼拜五的大跌，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头购的这个恐慌情绪越来越明显，然后再加上德国政府开始在市场上砸盘，以及矿工的投降在这边新闻没有完整的讲到，我们后面提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小总结。他说 QCB Capital 在最新的市场分析中表示，比特币现在跌落了重点6万美元支撑，加上矿工投降迹象来看，这可能会意味着价格触底。他提到的这一轮牛市很少出现的一个观点他提到现在应该是比特币的抛售压力，所以对比特币市场可能会影响比较大，包括 Mt. Gox 跟矿工他们都是比特币相关的。而另一方面呢，以太坊它因为有接下来的以太坊的这个 S1 文件可能会提交，就是以太坊现货 ETF， 所以在短期的如果要回档的话呢 ，ETH 可能会有更强劲的反弹。在这轮牛市真的很少听到有人会说，在这一段时间以太币涨幅会比比特币好的尤其是山寨币前段时间跌得很惨。能够这样分析，非常的逆风那比较顺风的分析呢，就是这个 Mechanism Capital 的 Andrew Kang最近几个礼拜他算是非常看衰的一个人之一。
目前来说他看的是对的。他表示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并未意识到比特币4个月波动范围可能下跌的严重性。他提到我们可以最接近的类似标的是2021年的5月的区间，这个就是跟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提到的一样。如果比特币在这样的恐慌情绪下要进一步的下跌跟进一步的恐慌，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事件。2021年5月份是一个可以对标的，因为当时有519事件的发生。有没有可能今年的 Mt. Gox 也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如果是的话，那确实从高点下落30%的跌幅是我们要预期的。那他的结论是一开始预估的5万美元的低点可能甚至还过于保守了，我们有可能会看到4万美元的区间了。那这样的恐慌情绪呢，比特币在过去的30天已经下跌了22%，以太币甚至下跌了23%，比特币已经回到了今年2月的水平。以太坊更是将5月通过现货 ETF 的核准涨幅通通送回去了。那些文章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不同加密货币的情况包括 BNB， 它在上个月因为 IO.net 还创历史新高，但是呢30天它已经重重下摔了30%。Solana 也在民营币退潮之后失去上涨活力，一个月下跌了30%。然后 XRP 在跌 ，Doge 在跌 ，ADA 在跌，就连 Ton 它虽然最近很夯，但是在礼拜五早上的时候当天也下跌了13%。简单来说，都是万币都跌啊。如果你去看市场恐慌情绪，就再度来到 Fear 的区间现在恐慌情绪是29啊。那正常来说，当我们提到恐慌与贪婪指数，大家想要说的一件事情都是别人恐慌，我们可能应该要贪婪。但是如果你直接就说别人恐慌，我们应该要贪婪，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叫做别人小亏我破产。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说这个恐慌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它会不会是一个过度恐慌的情况？而现在加密货币市场的恐慌，我觉得最大的理由还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Mt. Gox， 他手上还有80亿美元等值的比特币在他的钱包里面要待价而沽啊。事实上，80亿美元对于现在的比特币的交易市场是不是一个无法消化的卖压？其实不是。如果你去看比特币现货 ETF 他们的总 AUM， 光是贝莱德他们就可以在几天之内把这个美元全部买下来了。但是呢，对市场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抛压，还没有被消化掉。我看到很多的推特上面的分析师，他们都在说，其实你觉得现在这个抛压结束没？他们都会说，你去看 Mt. Gox 上面的钱包，它的资金有没有转出来？如果这些钱都还没有转出来，那我们的抛压就还没结束。换句话说，这个就是大家恐慌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心理上面博弈的一个事情嘛。所有人都在找一个最大恐慌的点，想要在那边做到抄底的动作。但是 Mt. Gox 他们并没有直接公布说他会在哪一天就是把大家的钱全部还回去，而是说从现在开始陆续的还。而其实这也间接造成了这个恐慌可能会，虽然不会一次性的在市场上抛出所有钱，但是这个恐慌就一直存在着。你要去抓到那个真正可以抄底的点，也就更难了。不过幸好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是，虽然这80亿美元的抛压看起来非常的恐怖，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化掉，让非常的恐慌。但既然光是华尔街的比特币现货 ETF 就可以单方面的消化掉这个卖压，是一个我们已知道的客观事实。那对我来说，这14万颗比特币的潜在卖压所带来的恐慌，很有可能就其实被高估了。它会是影响市场的一个环节，但不代表我们不能从其他的重点的指标去寻找一个，也许大家真的已经过分恐慌的关键因子也就是所有人都已经等非常久的这个事件这很有可能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一条新闻。从比特币挖矿数据看底部，多数矿机以不符成本，半数的矿器都在赔钱。大家还记得我们4月份的时候，比特币减半嘛？减半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重复疯狂讲的一件事情，就是通常减半，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上涨行情，但是减半之后，大矿工、大资本们，他们想要看到一件事情之后，再让市场涨，那就是那些小的矿工选择投降。选择卖出他们的矿机，让他们先无法负担它的成本，把他的矿机贱卖给这些大的矿场，然后他们再让市场涨上去。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因为减半其实它本质上就是让矿工生存的难度增加1倍的一个关键事情。你不在减半的时期去杀那些小矿工，你要在什么时候杀那些小矿工？但是呢，有趣的就是今年的比特币跟过去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点，就是今年出现了铭文跟符文。那铭文跟符文在4月份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夯，比特币 Layer 2 等等的。所以许多的小矿工，虽然他们的比特币产量当时减少一半，并且比特币并没有直接的上涨，他们还是有理由继续咬牙挖着他们的比特币，因为谁知道随时符文跟铭文突然爆发一下，他们的挖矿收益又会上升。这也因此让我们在数据上可以看到说，今年比特币在减半的时候，矿工全网创立并没有像过去几轮减半的时候立刻有一个明显的下跌，而是比较平稳，知道？如果你是比特币的矿器，你心里一定会想，哇，这些人怎么还不跑啊？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拉盘，我要继续的查盘这个也是一个心理上的乱猜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大矿场，你一定会期待看到那些小的矿工开始投降的讯号而这个讯号这个礼拜终于出现了。F2Pro 的矿池统计各种矿机的成本价显示，
多数矿机在当前的比特币价格下都以不符合成本，仅有2款蚂蚁矿机能在当前市场下维持稳定的盈利，成本价在43000与39000左右。不过当然，这个统计的电费基础是因地方而异。我刚刚有找到一个全网算力的一个图哦，就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在上个礼拜五比特币下跌的那一根的时候呢，矿工当时的全网算力是直接下跌5%，我不知道是谁写在哪里，我可能不小心把那个页面关掉了，下跌5%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在这段时间矿工的全网算力唯一一次波动。但是它短期内下跌的幅度，确实让许多人开始有理由相信这个是矿工在投降。矿工在投降，还有另一个讯号，就是这个有在挖比特币的 crypto YouTuber 加密大漂亮，他在6个小时，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发了这支影片，他说 BTC 矿业已死，比特币面临了重大危机。那在这影片呢，他其实就提到了说，他们现在挖矿人多辛苦啊，比特币不涨啊，然后明明就下跌。全网算力还是维持原因是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影片。挖矿这个事业其实我不是很了解的，感觉加密大漂亮比较熟悉，按个赞。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影片的同学的话，你可能不了解说，为什么大家在等矿工投降？原因是在过去几轮，无论是牛市或者熊市，当矿工开始大量的抛售比特币的时候，比特币当时确实会跌，但是矿工真正的投降期往往意识了当时比特币的低点，所以这也是 F2Pro 的创办人神鱼会在这个矿工哭天喊地的时候大喊机会又要来了的原因哦。基本上他也没有大喊就是他就 retweet 了这篇文，然后他就说机会要来了，跌到矿机停机了，机会又要来了神鱼点赞，基本上就是这个理由啊。这个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别人恐慌我贪婪，当市场是血的时候，你应该买进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指标但当然这个没有办法构成投资建议，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波下跌，如果我们要对标的是519的话可能会再继续跌到恐慌情绪可能20、18左右，跌到4万美元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能给投资建议，但我们可以给投资参考我们参考一下萨尔瓦多怎么做的吧。无惧市场疲软行情，萨尔瓦多坚持 DCA 购买计划，1天买1颗比特币。之前在那个推特上推文推了一篇现在比特币6万美元的时候，如果你现在买进1颗比特币，当比特币10万的时候，你会赚进4万美元。我现在还在等待我什么时候可以 retweet 那篇说，当你现在买1颗比特币，当比特币10万的时候，你可以赚进5万美元的那一天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我想这个人的想法是跟我一样的萨尔瓦多总统 Nayib Bukele 从3月中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比特币转移到冷钱包，并公布地址，并且这个地址每天都会固定新增1颗比特币+1+1+1+1+1+1。各位底下扣+1支持萨尔瓦多每天买1颗比特币，如此的霸气。目前里面有5800颗比特币总价值3.4亿美元，他们基本上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我不晓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你不觉得现在的世界很特别吗？就这些元首，他们会在推特上讲干话，然后他们会定期定额买比特币，然后公开给你看。哇，这是一国元首各位，酷。现在我们看到 Sony 进军交易所，收购 Amber Japan 之后更名为 S-Blocks。上个礼拜我有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加密货币从业者其实更不应该投资太多加密货币这件事情，因为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总不能说我这个产业如果毁了，我的职涯跟我的钱包都出事，可能应该要分散。但是讽刺的是，大部分就是币圈的从业者，他们会自己会买更多的比特币跟以太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就是努力的跳进来。你看现在 Sony 日本最大的公司之一，他除了之前就很表态很支持区块链他有入主这个 A-Star 开发公司 StarTale， 他现在还要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赛道他改造了去年收购的交易服务平台 Wellfin， 要推出一个新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叫做 S-Blocks。我们在熊市非常常说的一句话，想不到在牛市也要说啦，就是虽然说币价在下跌，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产业里面最厉害的那些人，最厉害的那些公司，他们做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停下来的而且这件事情呢，很开心，不止在日本，台湾有发生大型的电信台湾大哥大入主加密货币交易所，总经理林之诚的公司成为台湾第26家 VASP 的业者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林之诚，他是一个非常支持加密货币的一个产业大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定义他，他是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他是新创加速器 AppWorks 的创办人。他同时也是很多媒体去评选台湾最有影响力的30个人，其实如果你要评选前10个人、前5个人，可能也会有的一个人物那现在呢，他也要来做台湾的交易所了。他这个富生公司成为台湾的第26家 VSP 业者之后，可能就会成为他的交易所了。非常期待台湾大哥大之后可以整合一些加密货币的东西就不瞒你说，我之前是用台湾之星，被台湾大哥大收购了。如果说之后我们缴电信费或什么之类的，可以用加密货币来缴，哇哦！
说不定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提到加密货币交易所，近期大部分的交易所都随着市场的下跌，他们的交易量什么的有点下跌。但是我看到一篇报告说，这个今年度表现最稳定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就是 Crypto.com 跟 Bybit 啊。那 Bybit 是一个比较中国系的交易所 ，Crypto.com 是一个比较西方系的。我们通常使用 Crypto.com 可能是用那张卡，但其实它是一间交易所。那最近呢，它是它的8周年的庆祝活动哦，一间交易所可以营运8年，这个也不多。任何拥有 Crypto.com 的用户可以在这段时间赢得1颗比特币啦，8800多 CRO， 还有更多。而且参加的方法非常简单哦，在7月1号到25号这段时间，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奖池，总共有8个。只要你是 Crypto.com 的用户，然后你在这边有注册，然后你到这个活动页呢，然后选择参加。接着呢，你只要在不同的时间段，比方说这支影片上架已经是7月8号了，你可以参加这个7月7号到7月10号的这篇。你只要在这段时间呢购买$88等值的 CRO Net Buys 就是不能买了，有买你在这段时间要买超过卖88颗。你就可以抽2025年在迈阿密的 F1 赛车的这个入场门票总共抽2张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注册的话，你可以先去注册，然后等它的时间你可能过了7月10号到13号也来得及。这段时间抽的是一组这个叫做 Paddock Passes， 这可能是比较好的票吧，也是这个迈阿密的 F1 赛车。7月13号到7月17号，你完成这个$88的购买，抽的是1颗比特币他直接送人1颗比特币。11到29号有送这些，然后到23号到25号分别有送不一样的东西。真的很有趣的活动之前我看华语地区大家认识到 Crypto.com 都是讲那张卡的消费返利什么的，但是其实作为现货交易，他们也是全球厉害的交易所。那我会把这个相关的活动规则以及注册办卡可以先领$25的注册链接放在下面如果有不懂的同学，我会把他们的中文社群的链接放在下面，可以到里面询问一下。那除了 Crypto.com 以外呢 ，OKX 跟 Compound 这个是以太坊上 DeFi 最大的借贷平台之一它的 V3 版本3在 Arbitrum 上面，他们共同做了一个 USDC 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下跌的时候，大家在不知道该买什么币的时候，想要用一些保本的理财的方式。那这种理财或者是放贷相关的，大家就会比较喜欢。那刚好现在 Compound 跟 OK 有推出这个活动他们在交易所的界面跟 Web3 钱包的界面都有如果你是在交易所的话，你到这个金融这个链上赚币，然后你在这边搜寻 USDC 的话，你就可以找到它有这个 Compound 到 13.55% 平台奖励的这个活期产品可以申请你点击申购继续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Compound V3 Arbitrum 额外奖励，你要报酬有 13% 的活期利息你丢 USDC 进去就可以赚这个利息。以及如果你是 Web3 的玩家的话，你在 Web3 钱包这个 Compound 奖励金活动，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大部分的 APR 都是绿色的但是只有这个紫色的，还有这个 Bonus 的 APR 目前这个 12.55% 左右。你在 Arbitrum 上面的 USDC 投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赚 USDC 以及 ARB 的不同奖励分享给大家。那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是 ABS 2024这个叫做亚洲区块链峰会吧，8月份办在台北，哇，超帅！这个里面请到超多超屌的人，有我们的唐凤啦，有经济学家 Glenn Weil Vitalik Town Foundation 的 Stephen Yun，Minlay 的 Ray Chen， 还有这个是我之前采访过的萨尔瓦多比特币政策的背后推手森森茂，孙哥也会来吗？还有一个最酷的，这个印度小哥的名字，你看 AND 阿南德，去年的牛市预测比特币牛顶的那个男人，他要降临台北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有兴趣的朋友，这个 ABS 它是在8月份大家可以自己来买票。我不晓得我会不会有什么推荐码，有的话我会再放在下面看有没有什么折扣的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本周前瞻部分，那这支影片我们提早录了一下，因为我现在人应该已经在飞机上，或者是我已经落地在比利时，我参加以太坊的 Community Conference 在7月的8号到11号，有机会的话，我就是进去里面听一些跟以太坊相关的 Alpha， 或者是如果我幸运的话，看有没有什么厉害的人，我有机会可以采访他一下。有任何关于这个 Ethereum Community Conference 的问题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问我，可能就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比方说你想要看我拍怎么样系列、怎么样的影片毕竟难得去欧洲一趟，就是看大家有想要看什么东西，我只要能够做到的话，就尽量去做啦。下一个朋友讲的比较疯狂一点这个是这个彭博社的 ETF 分析师叫 James Seyffert，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了。原本我们都认为说以太坊的这个 ETF 通过可能还要很久，但是呢，他上个礼拜就突然说，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 potentially list， 就是上架，有可能会提早到
下周或者是7月15号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 S1 的表，前面有提到说 S1 的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S1 的申请已经出现了，所以如果说以太坊现货 ETF 能够在7月15号上架的话，那确实有可能会把对以太币甚至山寨币的牛市的行情的气氛提早的带来啊。那这个礼拜总经相关的时间有7月10号台北时间的晚上10点，联总会的主席鲍尔会有一个演讲哦。那当然，他演讲的内容如果是鹰派，可能就会跌；鸽派可能就会涨。这个大家想必都已经非常熟悉了。然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是7月11号台北时间的晚上8点半，通膨率会公布。那目前预测值是3.1%。如果通膨率成功的有在往下降的话呢，那降息的几率可能就更高啊，就是市场可能会涨。相反，如果通膨率还是居高不下的话呢，那降息可能就会又要推迟了。那目前大家对降息还是比较乐观，是9月份就有机会啊。目前有70%以上的几率是认为说9月份就可以降息的。那本周大的解锁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比特币啦。大的解锁部分呢，7月11号台北时间晚上8点 ，IO.net 有2%大概400万美元的解锁。IMX 呢，则是在7月12号台北时间早上8点，有高达4000万美元左右的大额解锁，他们的流通量的2%，以及呢 Aptos 隔天7月12号台北时间晚上10点，有高达6300万美元，是他们流通量2.5%左右的大额解锁。只有这几个币的朋友在这个礼拜可以留意一下。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你投降了吗？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觉得比特币会跌到4万吗？告诉我，你觉得现在我们还这样乐观的看多，是不是太过于迷糊了？最近每个礼拜都在讲这句话，没差，反正最近这个礼拜都是这样的行情啊，不然我还要讲什么呢？我难道要讲说今天就是买，今天就是卖？不知道啊，就是一直拿着一开始有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讲现在的策略，基本上呢，我在今天下午左右的时候抄了个底。其实我跟大家一样都会怕，就是我看着这个 Mt. Gox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这个钱卖光啊，美国啊、德国啊在一直卖，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下一波恐慌情绪，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很恐慌，没有当下就买。但是我下午看到更多矿工相关的数据，我真的看到矿工的全网上下跌的时候，我就买进了，这是我自己判断基准的，但是我并没有大量的买进，就是我在这段时间的一次比较大额的一个抄底而已。而且我甚至很担心说如果我这样讲，那庄家又要狙击我，是不是不应该讲？算了，没差，反正我告诉他我只买一点点而已，继续狙击吧，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更便宜的比特币，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时间点，你在现在买比特币，在比特币10万的时候，你可以赚进6万美元。虽然我不是数学家，真的听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上让我们想看加密货币内容，所有比特币就涨。有任何问题都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这样了，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